比特币下一波多头走势要开始了吗？有哪些山寨币即将暴涨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目前我依然坚定的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仓位。那目前呢，你可以看到已经产生了还不错的利润了。那以太坊的仓位呢是只有比特币的一半，现在的利润呢总和又回到了大约300万左右。因为比特币有一波拉升，那当然有点小回落了，因为毕竟今天的最高点是到了4万3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山寨币吧。山寨币的部分呢，这张 Avalanche 的多单，我认为它绝对还没有走到我的目标价位，而且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往上走。仓位不大，但是却产生了非常多的利润了，因为山寨币的涨幅呢本来就是相当可观的。那如果大家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。比特币呢，我们直接从4小时好了，因为周线、日线我们都讲过非常多次。我认为现在呢，重点就在4小时上。你可以观察到，我们现在呢，其实受阻的位置呢，跟前面呢是完全一致的，大约就在43100左右啊，43100左右这个区间。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前面呢这个位置它有扮演过支撑，然后我们跌破过后呢，就变成2次阻力，而且这2次呢，它上涨打到的点位呢是一模一样的，几乎一样，就表示这个位置的阻力呢，它是很坚实的。那其实阻力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必须经过了几次测试之后，我们才可以知道它的效果怎么样。那如果说我们第一次测试的时候，我们回落，甚至回落到前低点的位置，那就代表这个阻力呢，它还是有一定强劲程度的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们这一次回落，它回落到什么地方？如果说回落到前低的话，那就代表说，这里的阻力呢还是很强。但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回落到前低点呢，我们就先企稳了，而且又向上再次挑战了。那我认为43100左右的这个阻力呢，要被突破，就是绝对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看到了。好，那现在其实对于多头来说呢，绝对不能跌破的点就在前低这个位置，大概在4万左右，大概在4万左右，4万是绝对不能再被跌破的。或者是说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箱体，这个震荡的箱体呢，最后的走势呢，就是我们要操作的方向了。那我自己一定会继续持有我这张多单的。如果你喜欢做这种短线的话呢，或许你可以考虑在顶部的位置呢，43100的位置，然后可以选择去做空。然后我们在下面的位置，比如说4万的位置呢，你可以选择去做多。那如果接下来比特币的价位呢，它再次回到4万左右的话呢，那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买入现货的机会。那其实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你可以发现跟我们昨天讲的基本上是完全吻合的。它在突破均线之后呢，就有一定幅度的上涨了。虽然说前高没有突破，那前高突破当然是加仓没问题，但是我认为这波上涨呢，至少可以把多头呢暂时先脱离险境，也就是没有立即跌破4万的风险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2个币种吧。这2个币种是我今天又加仓了。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币种是 INJ。其实这个币我们在大概2-3个礼拜之前呢就有谈论过了。那当时的价位呢，大概是在20左右，20确实没错，大概就在前高的位置附近。你可以看前高在这里，20块大概在这里。不过20块买入呢，拿到现在也有一个翻倍的涨幅现在大概是40左右，20到40，也就是你买1万 U， 现在就变2万 U。你买5000 U， 现在就变1万 U， 所以 INJ 这个币呢，其实我可以观察，我们最近有看过，在比较强势的币种当中的列表里面呢，它也是属于强势的，也就等于说是资优班里面的资优生这样子。那 INJ 这个币呢，我今天又去加仓一些，那可能有人会问呢，现在已经是历史的最高点了，确实没错，那还值不值得去加仓，或者说加仓还会不会危险呢？其实我当时在20块左右加仓的这一次呢，仓位是比较大的。那现在加当然要越加越小，加仓肯定是要越加越小，不能说仓位越加越大。其实呢，对于加密货币来说，或者是说一些二级市场，当它的价位呢突破了历史新高的时候，那就可以代表它上面呢是没有任何筹码堆积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上面不会有任何套牢盘如果说是上面还有套牢盘，它曾经到过的价位，我们就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 AVX， 它到了60块上下的时候呢，一定会遇到阻力的，一定，因为上面呢绝对还有没有清干净的套牢盘，在这个地方，
所以它往上的时候，就通过60到120的区间的时候呢，就会走的比较困难，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上面有被套牢的，也就是以前呢有人买在这个地方，肯定有，因为 K 线有到过这个位置。那当下跌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被套牢了，然后现在价位呢又往上走到他们的区间，他们被套牢的区间，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去解套，解套的时候就会形成卖压，价格就不好拉升。但是呢 ，INJ 它就没有这个包袱，因为上面根本没有套牢盘，上面的价位都是没有到过的。那我会认为比起其他强势的币种呢 ，INJ 这种突破新高的，我认为更能为我们创造很不可思议的这种收益。那再来是可以观察量能的部分。其实我认为现在的量能呢，还不是最好的状况。如果说是最好的状况的话呢，一定要爆量，因为你可以看到，基本上我们上涨的过程就是分成2个阶段。爆量的时候呢，然后上涨，然后回调的时候，好缩量完之后呢，然后开始继续爆量的上涨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说量能可以再继续加大的话，我相信它的涨幅呢会走出非常非常可观的，我们预期的这种涨幅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讲一个 SEI 吧。那 SEI 它其实是一个很新的币种，真的很新，就上线呢只是在今年的8月而已，今年的8月才上线。那现在呢，其实它突破了我们前面回调的这个最高点了，那可以代表说我们回调已经结束了，而且我对这个结果呢是很确认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上涨的时候呢，它放出了量能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，它的量能不断的萎缩，然后到现在爆出量能了。那我认为现在呢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。你可能会说，你这样不是又在追高吗？那我们来看一下AVAX， 我认为现在的行情呢，它可以类比到当然跌幅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我认为它可以跟这里类比。我们当时在这里呢下跌了20%之后，回调完之后呢，然后就开始暴涨。那么 SEI 其实现在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它在回调过后呢，上涨过程当中的第一次回调，其实回调结束或者说有回调结束的信号呢，我认为都会是非常好的上车时机点的。那我在今天呢又加仓了一些 SEI 的仓位，那当然也不只是这个原因，你可以观察一下其实 SEI 呢跟我们刚刚的 INJ 它有一样的情况，也就是现在呢基本上是到它的历史最高的价位了。你可能会说，前面这个针尖不是也有到过吗？对，但是它没有累积出量能因为当时发币的时候都会有一波暴涨，这个很正常但暴涨呢，它上面是没办法累积量能的，跟比如说 AVX， 我们在周线上面所看到的这个例子，前面呢它是曾经产生过一定的震荡区间，有一定的套牢盘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 SEI 在这个位置呢，它是产生不了什么套牢盘的。其实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直接打开 VPVR， 我们打开 VPVR， 我们就可以发现，你看右手边筹码的累积呢，从现在的价位往上基本上虽然说前面有针尖，这没错，价位确实到过，但是呢这么短的时间呢，不足以让它累积量能。所以我认为现在呢，其实 SEI 也跟突破新高也是没有两样的，上面不会有套牢盘的。那我认为后面的拉盘呢，会比较可能走得比较顺利。那现在也可以代表说，它的调整已经结束了，绝对是结束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